家里没用电，一晚上电表却跑了20多度。这也是一个外地粉丝的求助，过去看一下什么情况。什么情况？就是我同时跟你说，这个4月1开始啊，就是这个闸它老是跳，跟这个一样的，是25，然后就把它换了，然后换了个这个德力西的，换完之后它不跳了，但是这个电表就开始不对了，就是2个月交1000多块钱，家里就当时就一个人住，2个月交1000多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不对劲嘛，然后就找供电局来了，供电局说哪都没问题，电表也没接错，然后又找这个物业的，物业也说没问题，然后之前又找这个电工，别来看说灌哪都没问题，然后我就说又找中原，那时候又得找那个找那个什么找供电局，然后又把供电局找来了，供电局然后好一顿分析，觉得哪都没问题，然后我就寻思是不是我换闸换的没换好，有没有可能？也不是，现在是没大用电呀。只要这个一拉上去就开始跑，下面是2点几，直接2点几，就是空接的情况下，所有插头先拔了，下面直接2点几。推上去以后，这个电力就高了。我不知道，而且前2天昨天推还打火花，好像。我推呀，是不是？看他怎么接的。然后那个供电局来说，可能是一根火线还被接出去了。没有，现在推上去没有电流。现在没有。是不是今天没有人用啊？我不知道。今天天气凉快，再等一会儿看电流啥时候能上来。只有上来电流以后才好插。现在没上来。现在撒电器也没用。对啊，11安最高多少安？刚才不20多？刚才20多，现在11安，啥电器都没用。对啊，11安电流2000多瓦，也就是说没有，这很不正常的，漏电不能这么漏。不，这是用了一个空调。对吧？我就说嘛10安2000多瓦，这是肯定是一个空调。像那物业的，我们供电局看查下面那个电表说，也肯定是至少是个空调。空调，天热的时候它就开了。对。2000瓦1个小时2度多电，一晚上，你不说一晚上跑多少度？跑有一天晚上是6度，还有一天晚上10多度、20多度、30多度、20多度、30多度都有一晚上。对，这就是空调，这个电不是你家的电。对，我就说嘛，一晚上20-30度电就是个空调。去找，这是空调，这是空调的。这地方还有插座吗？这地方有一个是吧？我要打开这个插座，因为这个插座离邻居最近。有可能楼下是吧？感觉像隔壁不就这样吗？我给你找一下。这个不是，别的地方还有。从上面下来的接头应该在上边啊。你直接拆就行，你想看到。我想拆，但不知道拆哪一个呀。这个电流还在，25安了，够狠呀！25安了，这线都发热了，25安。零线没有电流，火线有电流。也就是说，这家伙用了你家的火线，没有零线。对。没有。这种老房子插座的接头都在上面有个盒，然后打开这一盒，我想找到那一个用电多的接头，就是用电多的那路线。但是很可惜，打开一个不是，打开一个一测就是0安，没有电流。我测的确实是火线，火线没有电流。15安没有，没有。
没有，没有，不是这一路，不是这一路的问题。但是线也错不了，没有。实验，这没有接头啊，这接上哪去了？这个厅的对面就是隔壁的厅，都有这个空调插座。到底没找到那个线头是从哪接出去的，那就去楼下看一下谁家的空调在开，看能不能看出来。这是你家的，那个是他的，这我的，在转，他人家在转，现在是你下去，然后我在这儿了。现在是12安的电流，你拉一下，我上下边看空调。你下去之后，看是不是关了。现在很明显，那个空调在转。拉一下试试。哦，好，就是拉一下以后就不转了。对，是。它会再开机吗？还会转。现在空调又开了，外机呼呼的转，电流15.5安。这样就可以确定是邻居家的空调用了他们家的电。现在没开，可以确定就是他的空调在用你家的电。现在不用停了，我刚才去外边看它停了。它空调外机没开没转，它就是电流就上不去。这属于纠纷了，这个都是物业出面了，物业电工啊，物业的那些领导得出面了。剩下的由他们自己来处理了，我找到原因就行了。测。今天来修这台液压折弯机，它的故障现象是这两个脚踏板，一个上升一个下降，现在是踩哪一个都没反应，这个得看一下它的控制柜。他们说干活干得好好的，突然就不好使了，然后他们自己修了2天也没修好。线没动过吧？没动，线没动。奇怪啊！也就是听这个液压的声音，一点反应没有。我上去看一下电磁阀。你下边启动一下。啊，都不亮了，这灯。它都不亮。现场的机器的声音太吵了。现在这4个电磁阀的线圈指示灯是不亮的。他们说刚才还亮呢，这一会儿又不亮了。他们说一开这4个指示灯一块亮，指示灯一块亮也是不正常的。线都没动吧？没动。还得看下边，线都不亮。电磁阀多少伏的？24的。24伏。电磁阀的线。106 130。直流的。它这个电路原理是变压器变出20多伏的交流电，然后这个20多伏的交流电又通过整流桥变成直流电，直流24伏。没
没过来，24伏没过来，保险丝，我刚才就怀疑保险丝不好。还有保险丝吗？嗯，保险丝还有吗？保险丝。有保险丝吗？保险丝啊。下午1点就去过了。下午1点钟。我赶紧跑来着，尽快给你修。找个保险丝。再看一下其他的保险丝有没有断的，这个是正常的。指针表测电阻或测通断之前可以先调零。我这个调不了了，这是因为表里的电池快没电了。为什么会烧保险丝呢？这个得测一下它下边的整流桥有没有问题。整流桥这4个爪分别测量两两之间，看它通不通。测二极管单向导电是通的，2个表笔导换一下，再测这2个角，完了，很显然是短路击穿了。这两个角是正常的。现在确定整流桥有问题，把整流桥拆下来，直接用斜口钳把线掐断，这就是传说中的整流桥。拆下整流桥，我还得再测一下，因为测量的这2个爪是一个二极管，所以它是单向导通的。2个表笔导一下，它不该导通，它导通了，这就是不对的。这样直接换一个新的整流桥。客户出去买整流桥了，我也把我万恩表的电池换一下。这个表用了1年多了。大家收到这个表以后，那个教学视频里就是从装电池开始，然后一步步分享着万恩表的用法和技巧。电池尽量用好一点的电池，电量足。现在是2个表笔短接，标准100到头，然后调零，把它调到0位，这样测电阻测的比较精确一些。另外有的师傅说这个表耗电快，平时除了测漏电以外，不要打在城市开档，因为这个档位它输出一个高电压，一般都是用这个档位来测漏电，所以平时不要打在这个档，要打在交流1000档，也叫关机档。打在城市开档2-3天就没电了，这个大家平时要注意一下。为什么会击穿整流桥呢？下边的电路有没有问题呢？我想测一下电磁阀线圈，测量之前先调零，这已经调零了。调零是为了测得更精确。这是这几组电磁阀线圈，电源线，直接测电源线的电阻，看看正不正常。只要看表针摆动的位置是不是一样就可以了。像这种情况，表针摆动的位置一样，15欧。再看这一组，这几组都是15欧，很正常。所以说我觉得它的线圈是没问题的。那就直接换一个整流桥试试。这是一个新的整流桥，其实它就是4个二极管。看一下新的整流桥，这2个爪导通吧，然后反过来表笔不导通，这就是正常的。如果测的相邻的2个爪正反都导通，或者是都不导通，那就是坏了。再看一下刚才这个坏的，直接测量这2个爪，很明显都短路了，就是击穿短路，这属于短路，所以会烧保险丝。直接把新的给它换上，拿出跟了我20多年的老烙铁，出来没带那个快插头，所以给它直接往上焊电线。这焊的确实是不咋地，直接给它换上。这就换上了。线接的确定没问题，我确定。
直接测量整流桥的输出电压、直流。30多伏，应该是可以的。整流桥没问题。可以开机试试。哎，行了，行了。哪天这是？开火了。这是这就好了。这个故障就是因为整流桥的击穿，导致烧保险丝，导致设备启动不了。好了，这样我的维修也就完成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来到客户家修个电路，打电话报修的是个小姐姐。先敲门，说家里的电闸不定时的跳。人不在家，给了我密码。这对我这么放心呢？密码是1234556。咱是一个正经人呢。先穿上鞋套。他们家的主配电箱在门口，看一下总闸。40安的总闸会时不时的跳，插个热水器，插个烧水壶，偶尔就跳了。我就愿意干这样的活，简单。电闸要么小了，要么坏了，那就看一下有多简单。打开配电箱，这个角度看我得有1.8米。完了，露脸了，得把美颜打开。还是这种固定相机拍的效果比较好。打开了，看一下总闸，一眼就发现了问题。螺丝虚节发热导致的用电就跳闸，虽然40安，但是用电量稍微一大一点，它就开始发热就跳。这个处理也简单，直接换一个电闸就行。换电闸也很简单，但是如果个人换的话，需要断电。零线这个螺丝压了，但是没压紧，所以才会烧坏电闸。把电闸取下来。像这种线头没压紧导致虚节发热的故障，我们一年能修很多次，是一个很常见的故障现象。直接给它换一个新的空开。像这种空开压线，怎么才能压得更紧？我一般都是花口螺丝刀压完以后，再用平口螺丝刀再紧。也可以用这种手电钻来紧螺丝。我这个劈头是用的空开专用劈头，11字劈头。它和空开这个螺丝吻合度比较好，现在很多师傅也都在用。各位不好意思，我这打个广告带个货，我放在了左下角小黄车，需要的师傅直接拍就行。对于孔比较小的螺丝，可以用5个的劈头，上插座用的劈头。好了，把所有的螺丝都紧了一遍，可以合闸送电。这样我就完成了这个小故障的检修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这台设备坏了3天了，一直没修好。这个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把握能搞好，反正找不到原因，我是分文不取，就等于白跑。看一下什么故障。打开配电箱门，他们说设备现在送不上电，一送电就跳闸。看一下跳哪个电闸，这里有一个空开，这个电闸是拉下来的，那跳的是哪一个电闸呢？它的上一级这个也不跳，跳的是那边那一个总电闸。总电闸是漏电保护器，这个一跳全场没有电。一说跳总漏保，我心里就有把握了，漏电呗。这些分闸不跳是因为都不是漏电保护器，一看是跳漏保，那这个故障就不难搞。一说送电跳漏保，我就怀疑是漏电。上我的指针万用表，测漏电，这3根是设备的进线，测一下进线与外壳，表针没动，这是不漏电呢。
就是与设备的相体测量，如果是漏电的表针会白。这一项还是不白，不漏电。一送电就跳，应该白的呀，它为什么表针没有反应呢？哎，白。这一项电，这根线是白的，对外壳是漏电的。再看一下这路线连了几路出来，接线排是连体的，这是一路接的啥也不知道。这边这是零线，这是零线排，它的控制线路的电闸已经断开了，它们是连在一起的，也不知道是哪一路漏电，一根一根的拆，只能说一路一路测拆下来这根红线与设备外壳漏电，端子排还是漏电，这个红线与设备外壳漏电，它这个表针会慢慢的回位往回摆。就这种现象，我认为就这根线是没问题的，它不漏电。你看漏电的线路多坚挺，唰一下一摆到头，要不是被挡住了，它能摆180度。所以说漏电的线路还是在端子排上。而这根线之所以呈现这种现象，是因为它的回路零线是漏电的，它和零线之间有回路，回路上如果有电容，它会慢慢的放电，所以这根线没问题。看着上面这3根线，拆掉这2根线，单独测量，这1根线对外壳这个没问题，再测另一根也没问题，再测端子排一摆到头，还是端子排有问题，就剩这1根小线了，把它拆下来，拆下来这个小线头一摆到头，这根线是漏电的，端子排好了，不漏电了。好了，现在就确定这根线是漏电的，这根线先放一边。另外它的零线也是接在一起的，测一下零线排，所以零线也是有漏电的。和测火线的方法一样，把这个零线排一路一路往下拆，拆完以后再测量，看看漏电的是哪一根线。像这种慢慢回摆的，那就不是它。最后找到了这根线，摆的比较狠，除了那根线，其他的线对设备外壳都不摆。拆完以后我发现，刚才漏电的那个火线也不漏电了，这是个什么线呢？是个急停的电源线，好奇怪呀，火线都不漏电了。那现在只能顺着这个漏电的这个零线往下找，零线接了个端子排，我发现端子排下面接出了一路，这是什么线呢？电源线吗？一火一零，那是不是这路线有问题呢？那这个线接的什么呀？这是不管接的啥，我先给它拆掉这根线。上表测量，拆下来这2根线确实是漏电的，这样漏电的线路就找到了。他们说这根线接的是一个制冷机，而制冷机在外边，把制冷机的外盖打开，这样就可以测量，还是从主线开始对设备外壳，显然是漏电的。制冷机它后边接的水泵、压缩机，最后测量的是压缩机有问题，那就把压缩机打开看一下，这个是接线盒。压缩机就相当于电机，里边是有线圈，把接线插头拔掉，测量线圈、端子与外壳是漏电的，很显然是漏电的。这样我就找到了设备故障的最终原因，就是压缩机漏电造成的。这个要换压缩机，这个我干不了，这个钱留给制冷的师傅去挣吧，我这趟活总算没白跑。这还得说多亏有这个指针万用表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期
请多多指点。房子都装修好了，插座也都装上了，结果插座没电，怀疑是被瓷砖盖住的原装插座的接头没接好。让我来看能不能找到瓷砖盖住的那些原装的插座接头。前面也找了不少师傅过来看，没找到原因。这是你们挖的呀？当时我们敲着空，以为是呢。你就是找原来那个插座，就怀疑它没接好，把瓷砖都嘎了。咱这个地方没像。把瓷砖都切了。怎么不留？就是原来插座位置怎么不留下呢？非得贴上了。贴瓷砖那不知道啊，那贴瓷砖的，找的不是一批人。改水电的、装插座的、贴瓷砖的都不是一批人，所以说各管各的。测一下插座没有电，所以怀疑墙里边的原装插座没做好，线头没接。原来墙上插座的位置都被盖住了，还不知道在哪，还没拍照。你说这怎么搞？要找插座的位置啊，我看今天这个工程量不能小。我这也带着巡线仪，这个找线是好找，但是我在想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导致的插座没有电。去找一下配电箱，配电箱在这儿。你没标啊？哪个是厨房的是吧？对的，没标。测的电闸都正常，都有电。当然，这个电闸正不正常，有没有输出，前面的师傅肯定也都检查过了。会不会是线头接触不良呢？没压住呢？这种就是没压紧。用电量如果太大，会造成虚接发热的。再看看其他的线头，这一个也没压，它不是没压紧，它是没压住。但是也不一定说这一路就是厨房的，这咋还忘了断电了呢？不管这一路是不是厨房的电路，先给它压上再说。这个线头一定要压紧压好，不然的话会造成虚接、接触不良、发热、烧坏电闸等等。好了，好了，找着了？啊，哪个位置？没给你挖墙，没挖墙也没巡线，不用挖墙，不用挖墙，不用巡线，不用砸瓷砖，也不用拆除的，都好了，你可以插电试试。你看，就是一个线头没压好，差一点把厨房的瓷砖给撬了。这样我也算捡了个漏，本来以为很难搞的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真见鬼了，来看一下。就是通上电吧，一提这个管立马就跳。怎么了？一提这个管啊，一提这个主线啊，这不是进来的线吗？一动它就跳闸。你提这管就跳闸？那管是干啥的？就插线管吗？一提这个管就跳闸。这是一根线，一提这个就一提这个就跳闸，是不是一提就接地了？就这个管子头上有一个接口，别的中间也没有接口。这块有接头吗？就这个头上有个接口。呀，工人师傅说线管里有接头，看一下是不是接头破了，打到铁管导致的跳闸。这个接头，这不是个接头，这个没问题。跳闸跳的什么闸？过去看一下。跳的是漏电保护器，很明显这是漏电跳的。是主线漏电了吗？
我把这个主线拆下来，我想把线从线管里抽出来，看一下有没有破皮的地方。这段线很长，穿着铁管，特别是头这一块，工人师傅说有接头。线头没有破皮的，线也没有破皮的。零线用这种胶带不行。这怎么还用透明胶带缠的呢？不过我确实没发现有破皮的地方，那不是它的原因造成的跳闸吗？本来以为很简单，把线抽出来就能发现问题，结果不是，那看来还有其他的原因。先把线头放一边，看一下设备吧，是不是设备有漏电的地方呢？打开它的控制柜，打开以后，您猜我在找什么？我在找它这个电路用没用到零线，这一个很关键。直接找它的输入电源就能看出来。不对呀，跳漏保应该是先测漏电呢，而你在找零火线又是几个意思呢？别急，先看这儿，D 线，这个是个 D 线，它这个设备不需要零线，而它刚才是接的零线，所以说有时候会跳总闸也跳，分闸也跳，两个一块跳。原来是接这个的，接这个也跳，对吧？就是接这个跳的特别厉害，然后换这个上面，换这个上面也跳，也跳，他跳他也跳啊，对，那边总闸也跳，接上线了。这样给它接好了，接了3根火线。其实下边这个是个 D 线，不是零线。它那头接设备外壳，这一头是需要接地的。我给它压这个地方是可以的，连着钢结构，钢结构是接地的。还有就是这种漏保，只接3根火线不接零线，如果那头的设备漏电，这个漏保会跳吗？它也会跳的，会跳。只接3根火线漏电的话也会跳。像它这个把 D 线当作零线接到漏保上的案例，我以前的视频中有过。送上电了，开机之前先测一下电压，3项电压，两两之间380伏，当然400伏正常。大哥，是按这个启动吗？啊。设备运行正常。来，再晃也没事，再踢也没事。它原来你不踢它都跳。啊，对，是不是啊？不踢也跳。那个有通过这个铁管那一头连着那些铁家伙都是接地的，一碰接地好了它就跳。一吵，哎，接地不好它就不跳。这样这个看似神奇的故障就解决了，维修完成，收工。还有就是我用的这款工具箱，现在价格下来了，工具和配件可以很明确的能分类。我放这了左下角小黄车，需要的师傅直接拍就行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指点。